台大在台湾就相当于北大，不是相当于北大，我收回这句话，台湾的台湾大学就是北大，甚至比北大还正宗。为什么呢？因为台大的建设史就是他妈北大校长傅斯年先生带着北大的原班人马教授跑到台湾以后，在台湾建的台湾版本的北大，是真正的跟着蒋介石迁往台湾的那个北大的原班人马。留在北京的北大真的只是个空壳，这个并不是过分的说话因为人都跑到台湾，大部分跑了。因为老蒋很牛逼老蒋还是有文化。高瞻远瞩，49年一看打不过了，退到台湾。你别看老百姓跑，你得用黄金买船票，但是人才这俩货，你们俩赶紧给我躲起来，关上门，不许给爸爸捣乱今天我这谷歌的朋友说，老王，你每天直播能让这两个小家伙不窜到屏幕前，都是一种磨练一点不错好了，老蒋当时是备了专机，专人游说，全家免费上飞机，只要是这些人才，大批的学者携家眷免费优先到台湾，这是抢运人才，叫学人抢救计划，真的是有这么行动，叫学人抢救。所以北大校长傅斯年和蒋经国负责实施这个计划。凡是中国知名的大学教授、科学家，一个一个的请，送机票带全家。凡是申请，你点头优先安排家眷，包括什么胡适傅斯年清华校长梅校长钱穆钱老林语堂梁实秋张大千几百个这样的顶级的教授，大部分人家都跑了当然还有一些没跑的，下场的不用说了谁也跟着走了。道教第63代天师张天师张天师也跟着走了不然不走不行。还有一个人，老蒋下令，这个人不用跟他商量别人是商量的，别人是你走不走你不走就算了老蒋呢，国民党讲道理，你知道吗？不来绑的，这个人是必须给我绑过来。如果他们敢说不走，给他绑过来，不用客气。这个人是谁？第77代孔孙，就是衍圣公孔德成，就是孔子第77代孙，必须给他弄过来。为什么？就是老王一再告诉你们知识这就是什么？中华正统中华就是孔孟之道中华正统。孔圣人的第77代孙子跟着我走，没跟你混，所以你是僭越，我是正主。当时中国最牛逼的大学4所大学整个迁到台湾去，叫台清交成，也是今天台湾的顶尖的4个大学。台湾大学我刚才说了，台大北大，清华大学那就是清华，交通大学就是交大，成功大学是哪儿？成功大学浙大浙江大学当时就有浙江大学整个搬到台湾去，改名成功大学。台大就是北大傅斯年校长自己组建的北大班底。新竹的清华大学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建的原班清华班底。交大校长交大班底，上海交大原创班底。成功大学是浙江大学原创班底。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不需要改名，但是呢，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因为是地名命名，那么台湾没有怎么办呢？就改了台湾大学和成功大学。直到今天，能在台湾上这4所大学的都是牛逼的孩子。插几句金门打炮1958年823炮战，共军当时想先拿下金门再说。金门离厦门2公里马山嘛，我跟你说，所以呢，离台湾本岛将近200公里所以他妈拿下它易如反掌。所以共军在这边准备了好多，解放军准备了好长时间。当时的头在这边，咱们的指挥叫叶飞叶飞将军一声令下，当时是福州军区司令，一声令下，下午5点半，万炮齐轰。我操，万炮齐轰的意思就是围着金门，大小金门，大弹二弹，就是他妈的扫地犁庭扫穴一样。340门重火力的重炮，2个小时打出去了5万7千发炮弹，2个小时。
你们数数吧，2个小时多少秒？1个小时多少秒？57000发，那个炮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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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机关枪那样的速度打炮弹。当年共军是5倍充足啊，跟苏联正好的时候，那个用的武器全是前苏联给的，兵精粮足，用料扎实啊，那个钢都是最好的钢，那炮弹皮打到金门那边啊，措手不及。当时金门的防卫司令一把司令叫胡琏，还有3个副司令，好像有一个叫吉星文，另外2个我叫啥我给忘了，都是久经战阵的老国民党将军啊，被当场炸死啊！你就知道他妈这一823金门炮战谁输谁赢。那国民党说他自己赢了啊，拍了好多电影啊，吴宗宪啊，什么金城武什么的，823炮战，那扯鸡巴蛋，为什么？司令和副司令当场炸死，你说你赢了？这你要这么赢的吗？啊，你这头都被没，都军头全没了，你就是为什么？措手不及。情报上做到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军在这一场823炮战中要给大大的高分。为什么？好评。咱们就事论事讲，密不透风啊，这么大的事儿，国军一点消息都没有。照说国军特务遍布全国呀，当时在中国这边好多的特务不知道，措手不及。我操，那个当时有什么回忆录嘛？好像是有谁的回忆录，吉星文谁的回忆录，就是没炸死的那个司令写的回忆录。哎呀，那个被炸那个惨呀！当时好巧不巧，从本岛正好过去一个国防部的一个大官，部长还是什么去看，给炸炸惨了。正在那个时间啊，下午5点半，正吃晚饭呢，刚开饭，我操，在军官小食堂吃小灶啊，接风，结果那炮弹砰就进来了，那炮弹全是他妈的从天而降，跑啊，就是往防炮洞跑着一路上这个断臂残肢乱飞，都他妈是校级以上军官将军啊，把炸的死了一片。所以当时的国军啊，一下被打懵了。但是当时的国军也是经验丰富，也是战斗力极其彪悍，悍不畏死，不怂。为什么呢？懵了一会儿，这打懵了，然后呢，所有电话线都打断，开始自主还击。为什么？因为各炮位还有人啊，你吃饭，那当兵的肯定不吃饭，他有值班的，摇不通怎么办？打。因为对方的这个炮位就是解放军这边的这个目标，人家那边金门那边也早都标定了，所以呢，双方就正式开始互射啊，每天长时间的互射啊。结果呢，没想到的事发生了。大陆这边炮弹多，因为毕竟国家大嘛，金门是个孤岛，它的存储的炮弹虽然也不少，但是呢，它架不住这么还击啊，所以它得从台湾运炮弹过去。结果呢，没想到解放军啊玩命的封锁，他那个弹幕是封锁，一看见船靠近廖罗湾码头，就他妈的照着海面打，一直给你打船打沉为止。眼看着补给不上，金门弹药要弹尽粮绝了，怎么办啊？这时候美国爸爸出手了，美国爸爸第7舰队派出护卫舰加到护卫护卫补给船上金门卸货。结果共军这解放军一看，我操，美舰来了，请示叶飞打不打？叶飞不敢打啊，然后请示毛主席打不打？毛主席想了想，毛主席在中南海想了想，只打国军，不打美军。哎，你这他妈扯鸡巴蛋呢？他船都停在一起。只打国军不打美军，这命令一下，共军就知道完犊子了。操，美国爸爸咱们不敢惹，所以呢，金门就补充上了。补充上的过程中啊，这一段啊，就是国民党啊拍过电影，就上去重炮，他他妈的一看能补给了，补给炮弹的同时，就把那个重炮给我操，那炮口得有这么粗吧？就是今天还有呢，就是特慢那重炮给弄上去了。我操，弄上去共产党不知道，还以为国民党的炮跟我差不多大，结果没想到国民党弄这么大的炮上去，那个也是美国爸爸给的。我操，这家伙给安上了。我操，在共产党那个炮机的空间啊，
修好了炮位，安上。这个国军也确实厉害，那悍不畏死，居然在双方炮战的过程中，他们修了个巨大无比的炮位，共产党居然不知道，我操！结果我操，咵就开始报仇，哎呦就开始报仇，你说他这大炮厉害啊，他这一炮就把厦门火车站给轰了。他妈厦门火车站摆放的这个弹药啊，堆积如山，因为国军的以前的炮是打不到厦门火车站的，所以共军在这儿，哎呀，放心啊，放心，在这儿做货场，弹药中转地，结果他那重炮一下子过去，我操！大老王智慧侃说，一个团轰没差不多啊。为什么一个团轰没？就是一发炮弹能轰没一个团呢？因为那儿是货场，知道吧？所有的炮弹都放在那儿。这老共啊，解放军也没想到，我们国军怎么还有这么远？当时给叶飞和中南海汇报的第一封这个急电是厦门遭到了原子弹攻击，就是因为他那个蘑菇云太大了，还以为是原子弹，其实不是原子弹，是他们这叫训爆嘛，其实不是原子弹，但是那么没人知道啊！我操，当时解放军懵逼了。后来知道不是原子弹，是他妈的炮弹互相炸，这个那个吨位太大了，出了蘑菇云了。然后呢，共军这不就是等于解放军打输了嘛？因为就是开始打赢了，后来国军这重炮一上来，解放军就弄不过国军了，就是弄不过他了，弄不过他怎么办呢？这玩意儿也不能他妈的就是收兵啊，收兵太没面子了。你不弄他吧，你不弄他，你这事儿你挑起来的，你怎么整啊？你就跟普京今天的尴尬局面是一样的，操！你看你打乌克兰，又不是乌克兰打你，结果你没打赢，我操！你现在弄住了，我操！你现在相住了，这肯定撑不住了，怎么办？你要是撤兵没面子，你要是继续，你要破产了怎么办？从60年代起，就是2年以后啊，从60年代起，共军宣布单打双不打，逢135打你，246休息，单日打，双日不打，你看这不就是等于是今天不嗨不论道吗？单打双不打，号称是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啊，让防空洞里的台湾金门老百姓喘息一下啊！革命人道放屁，一派胡言！中国共产党解放军能对敌人讲，他对自己人他都不讲人道主义，他能对敌人讲人道主义精神吗？他就是打不动了啊！说每隔1天让国军弟兄们出来晒晒太阳。当然，国军非常默契，国军马上就宣布双打，单不打。你知道吧？一个135打，一个246打，就变成了双方隔空互相喊话。打之前这个就变成象征性的，每天打几炮，不玩真的了。打之前还喊两边都是中国人，都有大喇叭，两边都是中国人。这个我们要放炮啦，你们躲一躲，赶紧进防空洞。真的啊，共军弟兄们，我们要开火啦，你们要躲到防空洞。这边喊国军弟兄们，你们要赶紧进防空洞啊！我们马上开火了，就这么玩。双方打了20年这种游戏啊，直到今天，厦门的大嶝岛还有一个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大喇叭，这个大喇叭直径2.95米，是世界最大喇叭，重1588公斤，就是1.6吨的一个大喇叭。有效传声距离12公里，我操！金门当然也不是善茬，金门那边也有大喇叭，就是这大喇叭都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共产主义统一中国，整天就在这打嘴仗啊！就是你这炮不打了吗？双打，单不打，单打双不打，嘴炮要继续打啊！双方打嘴炮也打了20年，打到一个特产，就是金门有个菜刀。知道吧？中国的兵精粮足，因为中国你别看中国军队那个炮兵啊，这是承袭前苏联和日本关东军，那是真的解放军炮兵部队。因为我爹就是炮兵啊，我爹是炮兵侦察排长，北京军区的优秀侦察排长出身的，所以我太清楚解放军的重炮有多么厉害了。我操，他就太喜欢这个东西了。也就是解放军就是没有炮就睡不着觉，所以他这个炮特别厉害啊，打了20年，所以说这个最后没打下来，但是送给了金门矿产，就是这个炮弹皮，这个炮弹钢太好了啊！金门老百姓发现这个炮弹打了钢啊，它太好了，所以这个叫金门菜刀，搁在今天直到今天啊。
金门菜刀乃是台湾特产。为什么？金门哪来的钢啊？你想想，金门又没有铁矿，又没有炼钢厂，金门的菜刀全是用解放军的炮弹打的，炮弹皮里边精钢炼出来的菜刀，我操，削铁如泥啊！我操，这是大家去台湾玩一定要从金门捎回一个菜刀来啊！这都大陆的送过去的。